第二件事啊，咱就聊轰动国内外的626撞击中国尊事件。现在中信银行推出来的那位高管刘俊华上镜了，而且还念了个稿子。但问题是啊，他官方越辟谣，老百姓是越不信，因为至少有3件事啊不符合情理。首先说呢，这个官方公布啊，说撞击的不是那位高管刘俊华，而是一位66岁的北京男子，本市人，自由职业者。那他为啥要去撞啊？他们给出来的理由是，这位啊还写日记呢，日记里多次提到要结束生命。又有传闻呢，是他看上了这位小飞机的公司的教练，66岁要追求这30多岁的，被拒绝了，想不开了，最后就来了那么一下子。但我认为官方这个辟谣啊，至少他坐实了一件事儿，这是一个典型的有预谋的现中事件。那我们就来看老百姓关注第一个问题是，66了，为啥要学开飞机呢？什么人要去开飞机？实际上官方我感觉，如果你信的话，他就应该说他是做什么职业的，为什么要学这个飞机，要不然老百姓他不认呢。第二个问题啊，就是一个66岁的人追求一个30多岁，这靠谱吗？首先说，他要是特别有钱，他不需要追求这个30多岁，你不同意我再追求别人啊，对吧？他以为他是王石呢，王石70多岁啊，追求那个30多岁那个女星。你看现在王大爷都什么形象了，都瘦成人干了啊，都是瘦的不成样子了。说明什么问题呢？我感觉大多数老百姓并不认为这个66岁的人是真的为情所困，去撞那个中国尊的。至于你信不信啊？评论区。另外啊，老百姓会认为，如果说他撞这个中国尊，他为啥不撞中南海呢？实际上一脚油门啊，1分钟的事儿，中南海。根据后来披露的信息啊，是军方实际上已经出动了一个直升机，对这个小飞机进行了伴飞和喊话。这儿就可以解释他为什么没有去撞中南海啊。以前的节目咱分析过，他可能已经听到对方了，你赶紧的降落，你要不给我一起飞的话，我可能把你打下来。他那时候也许是就近呢就撞了啊，这是一种说法。咱们在接下来更多的观察，因为很多人并不认为说那个出境的刘俊华就是本人，这就涉及到什么呢？以前人们也许信，现在大多数稍微有互联网常识都认为啊，这个很难相信。原因是啊，以现有的技术，你哪怕说我是个男士，只要你通过技术还原成刘俊华的脸，我说出来的声音就是刘俊华的，你看他的形象，他也是刘俊华的，你说是谁，他就是谁。AI 都已经做到严丝合缝了，连发型都一模一样。另外啊，很多人是觉得，既然刘俊华是626干的这个事情，为什么非要到6月29号才出这个视频？真正如果说不是这位刘俊华的话，你第2天就出来啊，你不需要念稿子呀。所以这件事啊，咱们持续关注吧。这就让我们想起来中共历史上还有一个交代，这个交代分2种，一种是给老百姓的，实际上这位66岁自由职业者为情所困，就是给老百姓的一个交代。至于说你有3大疑点的话呢，你也不用说了，说了也不会给你啊，你再问就属于寻衅滋事了。但这件事的背后啊，北京官方要给老习一个交代，就是中国北京首都的防空网事实上有漏洞，你们打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谁渎职了啊？应该撤职查办还是应该监狱？所以老习的那个内部整肃啊，通过这件事呢，我们就想起前一段时间啊，我看了一下，应该是1996年吧，有一位副国级的领导人被杀事件，8年后人们才知道真相。当时有一个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叫做李佩瑶，
他是代表民盟的这个负责人，作为政治花瓶之一吧，至少是个副国级呀。但是在96年2月份，在自己的寓所啊被杀了，杀人的官方的说法是他的武警的警卫战士，就是他的警卫员，叫做张金龙。原因啊是为了说偷这个李佩瑶的钱，李佩瑶发现了，然后呢两个人搏斗，说是被砍了55刀，把这副连长副国级给砍死了。这案子呀非常不合情理的就是太快了，你2月份案发，几乎是1个月后出结果，5月份这个人就执行枪决了。你像这1、2审就这么快执行枪决了，3月人没了。当年的武警司令员和政委是双双被免职，大家得到的是这个交代。那互联网时代还没这么发达呢，人们是深信不疑，就跟现在人们可能已经相信了，那个确实是66岁的刘俊华撞的那个飞机，那位出境的女性刘俊华她是个真人，很多人脑子是这个。我劝大家不要着急下决策。那我们看看真正杀害李佩瑶的内幕是什么呀？在8年后，有一位政协的委员写了一篇稿子，这个大家在网上能够看到，确实是这位杀的，武警杀的，但这里面有个内情呢，就是李佩瑶作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，他实际上是强奸了这位警卫员的妹妹。这个警卫员觉得他没老婆，你不管出于各种原因吧，就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他担任保姆。这保姆啊，保着保着，最后就被强奸了。有了孩子以后，而且呢，这位还不认，而且把这个妹妹给赶走了。这不等于是这个狼心狗肺嘛？所以这位哥哥啊，是气愤之下为妹妹算是报了仇吧。但毕竟是闹出人命了。但是你看看，这种真相8年后才披露出来。所以说啊，这个刘俊华真的假的，咱们不清楚，让时间去证明吧。另外，大家记得在动车事故的时候，那是2011年的，铁道部那发言人讲的，至于你信不信，反正是我信了。最后啊，他因为这句话，后来呢是被免职了啊，也没有这个升上去，说明在中共官方，大家不要太较真儿，你说错话，最终你承担责任。好，关于这件事儿，大家有什么观点，可以在留言区留言啊，咱们共同来探讨。